李陵彭氏牌坊，逾200年風雨仍挺立於斯，坊身雕刻精美絕倫，花鳥人物紋樣栩栩如生。它不僅是匠心之作，更承載彭氏家族往昔的功勳與德政。每一處雕痕都凝着家族榮光，盡顯厚重人文底蘊。这位叔叔你好，請問這附近有一個彭氏牌坊嗎？在哪裡？往這裡過去啊。哇，這個房子也是一個好老的房子哎，那一個烽火牆。哦，從這個小路進去是吧？哦，從這裡可以直接到達那裡是不是？哦，對对对，有這個，是的，是的，好，謝謝，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嗨，大家好，我是天福。今天我們來探訪一座古牌坊。這座牌坊它擁有200多年的歷史，它就是位於湖南醴陵。這座牌坊呢，與我們之前所探訪的2座牌坊有所不同。關於這座牌坊背後的主人呢，也有很多的傳奇故事。現在就跟着我們一起近距離接觸這座古牌坊，去聊一聊它背後的故事。嗨，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探訪的是一座牌坊。牌坊是封建社會為表彰功勳、科第、德政以及忠孝節義所立的建築物。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牌坊的文物保護碑，這裡被列為湖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彭氏牌坊在2012年8月立的。彭氏牌坊位於醴陵市經濟開發區華塘村，清乾隆28年，也就是公元1764年開建的，31年1767年竣工。該牌坊高7.86米，面闊6.28米，為仿木結構，全部用麻石砌成，有2層4柱3門，係歇山式頂。牌坊刻有聖旨、題記等大量文字，並雕有龍、鳳、人物等多種圖案，內容豐富，工藝精美。彭氏牌坊係義紳彭之勉為父親彭明俊和母親袁氏所修建的紀念性石牌坊。好啦，那麼我們現在走到牌坊的位置，去近距離參觀這座牌坊。大家看，這個牌坊啊，就在我們的眼前。哦，這座牌坊真的是乍眼看上去特別的驚豔，但是仿佛這個歷史古建築啊，被遺落在這個民居的一個角落裡面。你看周邊雜草叢生，當地的政府為這座牌坊還設立了這種鐵柵欄來做一定的維護，但是上面已經爬滿了野草。整個周邊呢，這種樹枝呢擋住了牌坊的外觀，看上去是非常的荒涼。我們從這個牌坊的整體結構上看，這座牌坊的建造規格還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宏偉。判斷牌坊的等級呢，我們可以先從龍鳳牌來判斷。大家看到這座牌坊的正面啊，上面龍鳳牌上寫着恩龍2個字，說明啊，這個牌坊它的等級是位於第2的。牌坊龍鳳牌一共有4個等級，分別是敕建、恩龍、聖旨，最後是御制。御制牌坊在全國是少之又少。眼前的這個牌坊，它是恩龍。我們看到這個整座牌坊，它是屬於4柱3門，其中這個位置呢是屬於次間，然後中間這個門呢是屬於明間，然後這個柱子啊，兩邊都設置了這種夾柱石，也叫抱鼓石。我們看到牌坊的這些石料啊，都是由這種巨大的麻石雕刻精美的圖案。夾柱石上面雕刻有麒麟這種神獸在這裡裝飾，顯得非常的莊重。
我們看到這個耳坊上雕刻有很多精美的圖案，石雕有這種浮雕，上面是刻有什麼？兔子、祥雲，還有一些瑞獸。瑞獸，上面刻有鳳凰。大家發現沒有，在這個刺上匾上有刻有字，風化的比較嚴重了，看不太清。然後在那个正上匾和正下匾上也刻了字，应该是详細的介紹這塊牌坊。只不過歷史年代啊非常的久遠，風吹日曬，風化的非常的嚴重。這裡是刻了龍，還有鯉魚躍龍門的圖案。整體的建造工藝呢也是非常的精湛。這邊是刻了吉祥的瑞獸、鹿，還有猴子。然後它這個牌坊啊有2層樓，這邊的邊樓上面的脊獸，我們等一下用無人機飛一下給大家欣賞。正樓上面的幾叉也是設置的一些螭吻。龍鳳牌的左右兩邊是雕刻了浮雕，是古代官員的人物形象。下面是有祥雲，有馬，還有麒麟，栩栩如生。整座牌坊它都是榫卯結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刺匾額上刻有“敦倫”2個字。然後它上面也是刻有一些古代的人物形象，下面是刻有麒麟，也是非常的精美。它的右門它刻的是敦倫，左門刻的是樂意。我們來看一下正下匾額上面也是刻了2個麒麟在中間搶繡球，是不是？是的。兩邊圖案都是不一樣的，然後這邊呢，刻的是樂意，然後石柱上也雕刻了一些文字，因為這裡有一棵樹擋住了，所以我們看不太清楚上面的一些雕刻的文字，然後整體結構啦還是非常的嚴謹，做工也是非常的精湛。現在這個整座牌坊呢，就隱藏在這個民居的一個角落裡面，周邊一些雜物堆放在這個位置，顯得特別的荒涼。大家通過這座牌坊的建造材料來看，可以判斷它是石牌坊。中國的牌坊一共有3種類型，它的材料分別是石牌坊、木牌坊以及琉璃牌坊。琉璃牌坊為最高的規格，木牌坊是最低。琉璃牌坊呢，在全國非常的少見。石牌坊呢比較容易保存，因為它都是由石頭建造的，風吹日曬只會風化，不會損壞。木牌坊呢，風吹日曬的話容易腐敗，還容易被蛀蟲、蚜蟲給啃食。所以呢，全國少之又少的就當屬木牌坊以及琉璃牌坊了。現在最常見的牌坊啊，就是石牌坊。關於琉璃牌坊，在中國現在有13座牌坊，其中北京有10座，河北有2座，山西有1座琉璃牌坊。那麼琉璃牌坊呢，也是在一些高規格的寺廟當中才有資格去修建琉璃牌坊。以後有機會去看看。參觀一下琉璃牌坊，分享給大家。這座彭家牌坊呢，在醴陵啊，原來一共有52座，由德國人恩斯特·博什曼在清朝的末年呢，曾經用這個相機啊，記錄下了當時非常多精美的牌坊。只不過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這些牌坊啊，就
變得越來越少了。現在整個李林啊，就僅存了大家看到的這一座彭氏牌坊。哦，請問您貴姓啊？姓彭。哦，也是彭，那也就是彭氏後代。他是後代。我們的祖先，他的母親，我們的祖先的父親，我覺得他就沒有國家，他就取了這個牌坊，這個房子寫的生字個。原先我這個祖先就是等於以前建立個嘞。整理個的植物基，還是我這是江西冷溪來的，我這個祖先是江西冷溪，到那邊來，他騎着馬來圍着個跑一圈。就是這個牌坊。現在就只留下這座牌坊。這是老地。這個房屋有多少年的歷史啊？400多年。400多年的歷史。他還有10個兒子。10個兒子。你們的祖先是不是叫彭之勉吶？是。彭之勉為他的父親彭明俊以及母親袁氏修築的。母親修築的這個功德坊牌坊。我這個祖先江西冷溪個朋友。雖然你說的話我不太能聽得懂，但是大致的。我不會講普通話。有點。我們老個都80多歲了。有80多歲了。你現在就是還住在這邊，這個房子還能住人嗎？沒有。沒有人住，只是作為文物了，保留在這裡了。就是保這個東西。這個牌坊能夠保存下來，還是非常不容易。聽說在李林還有一個江家牌坊被拆毀了，對不對？現在只保留這個李林。已經砸掉了一些，可能還後面是修保護了，可能還經過我看一些史料有點不一樣，是不是經過一點修繕？然後後面呢就把這個鐵欄圍住了，做了一定的保護。文物古蹟保留下來了。保留這個建都幾百年呢，都是這樣子，整個這棟房屋保留了400多年，說明以前的這個建造工藝啊非常的精湛，都沒有做過修繕。你看上面的烽火牆，還有上面的那個雕刻啊。它都是用把桐油和的嘞。桐油。不用水和嘞，和沙嘞，不跌，你没过呢？幾百年的。幾百年。所以它的用料做工也是非常的有講究，所以才能夠保留這麼久，還沒有經過修繕，都能夠保存的特別好。上面的雕刻還可以看得到清楚。幾百年，是不是？經過400多年的風雨洗沙，上面都不跌。不願意，往上面呢。對，以前古人的這些工藝建造啊，非常的高超。這個還有日本人買這個貴的工藝，這個80萬，我都不給。你們後人不肯。不給買。就是別人出80萬，把你這個牌坊整體把它挪走，把它搬走買走，但是你們的彭氏後人以及當地的村民都不同意。陶子湖人的為了牌坊呢買的那個。從其他地方買過來的。到時候我們有機會也去看一下陶子湖啊。真的是一個馬路邊。馬路邊上啊，叫什麼牌坊啊？陶子湖嗎？陶子湖。陶子湖牌坊啊。我們看有機會等一下去看一下。沒有去。沒去。陶子湖那邊也蠻好看。離這邊遠嗎？不遠。不遠啊。大概多少公里？只有2公里去。只有2公里的路程。对。那我等一下導航過去看一下，那個是應該也是古建築，它是從其他地方整體買過來的。不是壓個人我會帶着你去。那真的是非常感謝。這座牌坊啊，能保留到現在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啊，一個香港人他願意出80萬元，整體買走這個彭家牌坊。但是啊，
當時的彭家的後人啊，非常的愛惜這個牌坊，就怎麼都不肯將它賣掉。所以呢，這個牌坊啊，能保留到現在，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剛剛大家通過那個文保碑也了解到了，這個牌坊呢，它是屬於功德坊。中國的牌坊的類型呢，也可以分為很多種，比如功德坊、梨木坊、廟宇坊、標誌坊、百歲坊等等很多很多。眼前的這座彭氏牌坊，它就是功德坊。听這位彭氏的後人彭爺爺告訴我們，這棟房屋是他們祖上的祖宅基地，保留了400多年，沒有坍塌。他告訴我，這個房屋的建造工藝非常的精湛，選料各方面都是非常的講究，所以一直保存到現在都沒有坍塌，哪怕一點修繕都沒有做過。不過現在呢，周邊呢，當地村民在這裡在這裡種菜、養雞。上面的烽火牆還保留了之前的結構。這座牌坊是由彭之勉為他的父親彭明俊以及他的母親袁氏所修建的。彭之勉是個怎樣的人呢？彭之勉啊，他有一個外號叫彭三鬍子。那麼他為什麼叫彭三鬍子呢？因為啊，他當時他的鬍子有6尺之長，而且呢，他在家裡又排老三，所以呢，當地人呐就稱之他為彭三鬍子。他為人啊非常的豪爽，曾3次修建鷺江橋，以及修建江東書院及其院前院後的石塔，還有鳳凰閣等非常多的建築。那麼，關於彭之勉的故事啊，有非常多的版本，最有名的當然是屬聚寶盆這個傳說故事了。這個聚寶盆的傳說故事呢，劇情內容大概是這樣子的：有一天夜裡啊，彭三鬍子做夢的時候，他在鷺江橋上有6位犯人正要被殺頭。彭三鬍子啊，就發現那6位犯人正向他求救。於是第2天，彭三鬍子就來到鷺江橋，想要去解救那6位犯人。但是，一直等到了快天黑，彭三鬍子仍然是沒有找到那6位犯人。於是彭三鬍子正準備離開的時候，就發現路邊有一個賣蛤蟆的。然後彭三鬍子就問那個賣蛙人，問他一共有多少隻蛤蟆。那位賣蛙人就告訴彭三鬍子，他一共有6隻蛤蟆。彭三鬍子這才反應了過來，這6隻蛤蟆正是那6位犯人的化身。於是彭三鬍子就將那6隻蛤蟆全都買了下來，並放生。那6隻蛤蟆對着彭之勉哇哇叫，之後那6隻蛤蟆就一起跳進了鷺江，將一個舊陶盆給拖出了水面，送給了彭三鬍子。彭三鬍子接過舊陶盆回到家，交給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接過那個舊陶盆，就一開始並沒有很在意，就將它當作雞食盆，用來給雞餵食的盆子。說來也奇怪，每次餵雞的米呀，雞怎麼也吃不完。於是呢，彭之勉的妻子就非常的好奇，難道這個盆子是個聚寶盆不成嗎？於是呢，他的妻子啊，就試探性的往那個盆裡丟了1兩銀子。結果到了第2天啊，那個盆子裡啊，滿滿的一盆銀子。自此之後啊，彭氏家族就為此興旺發達了起來。這就是聚寶盆的傳說。後來，彭之勉去世的時候，他托家人把這個聚寶盆重新扔到鷺江裡面去。每次鷺江要是發大水的時候啊，怎麼淹也淹不到狀元洲。為此，當地人就猜測，一定是這個聚寶盆將那裡的河水給控制住了。所以啊，關於這座牌坊背後的主人以及它的背後的傳說故事，
可謂是非常的神奇。這座牌坊呢，之所以能夠保留下來，我想是因為彭知勉以及彭氏家族的後人，他那高尚的品德，才能享受他們家族的榮華與富貴。彭氏家族世代顯赫，彭知勉向乾隆皇帝請旨，為父親彭明俊和母親袁氏修建的這座牌坊。牌坊上繁複的雕刻圖案具有非常豐富的寓意，尤其是猴子圖案的雕刻，象徵封侯拜相，是整座牌坊的核心吉祥符號。這座牌坊體現了彭氏家族的功勳與德政，也直接反映出彭氏家族當時的無上榮耀。中國有很多令人驚嘆的歷史古建築，如果大家喜歡探索中國的古建築，不妨跟隨我們一起探尋其中的奧秘。今天我們非常的有幸能夠遇到彭氏家族的後人，這位彭爺爺，他能夠與我們講述關於這座牌坊背後的歷史故事。雖然他說的話我有些聽不太懂，但是我能夠感受得到，這座牌坊是他們彭氏家族的榮耀。這座牌坊直到現在都是他們彭氏家族的精神图騰。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